上一世我为了娶刘巧云掏空家底，卖了家里攒了3代人的老宅，凑齐了800块彩礼。结果过门不到3年，他就和我的好兄弟赵德发搞在一起，两人联手把我的养殖场骗了过去，还伪造欠条逼我爹还债，活活把我爹气死在了病床上。我死那天是个雨夜，赵德发开着我买的拖拉机从我身上碾了过去。结果没想到上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等我再睁眼，发现自己躺在土炕上，窗外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响，堂屋里贴满了红双喜，看着墙上的日历写着1985年腊月18，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重生到了和刘巧云结婚那天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。资源，你磨蹭啥呢？新娘子马上到了。这时门被推开，我爹穿着一身崭新的蓝色中山装，满脸红光的走进来，我嗓子一哽，差点当场掉眼泪。爹，大喜的日子哭什么丧？你丈母娘家的人已经到村口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眼眶里的热意硬生生逼了回去。上辈子的账，这辈子一笔一笔的算。我穿好衣服，推开堂屋的门，院子里站满了人。赵德发站在人群最前面，看到我出来，笑嘻嘻的迎上来。志远哥，大喜啊！嫂子今天嫁过来，你小子可是咱村头一个娶上媳妇儿的。我拍了拍他的手背，不动声色的把他的手从我肩上拿开。赵德发愣了一下，大概是觉得我今天有点不对劲。这时村口传来一阵唢呐声，来了，新娘子来了！院子里顿时炸了锅，所有人都涌向大门口，只有我没动。我站在堂屋门口，看着那条黄土路的尽头，一顶红色的花轿摇摇晃晃的过来了。轿子后面跟着刘巧云他爹和他娘，还有他那个好吃懒做的弟弟刘小宝，一家3口浩浩荡荡，气势汹汹，脸上不是嫁女儿的喜悦，倒像是来讨债的。我看着这副嘴脸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来吧，这出戏该换个演法了。花轿在院门口落下，按规矩新郎该上前掀帘子迎新娘，可我还没走到跟前，刘万才就一把拦住了我。等等，亲家，这是陈家志远聘我刘家闺女，原定彩礼800块，但我闺女嫁过来是要伺候公婆操持家务的，800块太少了，现在要求追加400块，外加1台缝纫机，1块上海牌手表，少一样，花轿原路抬回去。800还不够，我的天，这不是抢钱吗？缝纫机加手表，那又是好几百块啊！刘万才这是吃定陈家了。亲家，咱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？800块一分不少的给了你了，我连老宅都卖了呀！你现在临时加面，这不是逼人吗？什么叫逼人？我家巧哥在镇上供销社上过班的，多少人排着队想娶，嫁到你们家那是你们高攀，加点钱怎么了？拿不出来就别娶。就是姐夫，你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，以后拿什么养我姐？我爹的身体晃了晃，我眼疾手快地扶住了他。上辈子就是这一刻，我跪在地上求爹去借钱，求亲戚凑份子，硬是东拼西凑地满足了刘家所有的要求。我扶稳我爹，转过身面对刘万才：“你的要求我都听见了，那好，赶紧给。”我不给。刘万才的笑容凝固在脸上，我没有犹豫，直接从口袋掏出那张婚书。我今天非但不给，这个婚我也不结了。陈志远，你疯了！你敢退我闺女的婚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婶子，话说清楚，不是我退婚，是你们临时加价，违反了婚约。到底是谁不守信用？在场的人都看得见。是啊，说好800块，临了又加400，这换谁也受不了。陈家连老宅都卖了，还要怎样？好你个陈志远，你别后悔！我不后悔。志远，你说什么？你不要我了？上辈子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能让我心疼的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。可现在我看着他那双眼睛，只觉得寒意从脚底窜到了头顶。小云，你爹娘临时加码400块，外加缝纫机和手表，是你的意思吗？刘巧云咬了咬嘴唇，目光闪烁了一下，我笑了。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转身对着满院子的乡亲抱了抱拳。各位叔伯婶子，今天的事儿大伙儿都看见了，不是我陈志远不讲情义，是刘家坐地起价临时毁约，这门亲事到此为止，给大伙儿添麻烦了。今天的饭菜都备好了，大家该吃吃该喝喝，别浪费了。说完，我扶着我爹转身往屋里走，身后传来赵德发的声音：“陈志远，你站住！志远哥，你冲动了。巧云多好的姑娘啊，你上哪找这么好的媳妇儿？不就是400块吗？我借你。”上辈子我就是被他这番话打动，最终咬牙借了他的钱。后来才知道，那笔借款变成了他拿捏我的把柄，利滚利，像一条越勒越紧的绳索。我看着他嘴角勾了一下：“德发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这不是钱的事儿。有些人不值得。”赵德发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：“你这是气糊涂了，回头你就后悔了。”不会了，这辈子不会了。退婚的事像一颗炸雷在十里八村炸开了花。刘万才一家灰溜溜的抬着空轿子回了刘家庄，路上碰见人就躲，恨不得把头钻进地缝里。800块的彩礼，按规矩退婚是刘家的责任，钱得退回来。可刘万才不肯，他放出话来：“彩礼一分不退，是陈志远先撕的婚书，是他不要我闺女。”消息传回杨树沟，我娘当场就要去刘家庄拼命。那是你爹卖老宅的钱啊！800块我给你爹攒了一辈子。娘，这钱我会拿回来，
但不是现在，那什么时候？等他们自己送回来。我娘以为我在说气话，抹着眼泪不肯罢休。村里的舆论分成了两派，一派觉得我有骨气，另一派觉得我傻。800块都给了还加码，搁谁不退？志远做的对。有媳妇儿不要，硬生生把人推出去。赵德发在这些议论声里扮演着最积极的角色。志远哥这次是真冲动了，我劝了他都不听，可惜了。表面上是惋惜，实际上每一句都在暗示我是个不懂事的愣头青。我听到这些话什么都没说，因为我清楚地记得上辈子赵德发对刘巧云上过心，两人在镇上碰过面，只是当时有我挡着，他没机会下手。这辈子我主动把路让开了，你们两个可劲儿折腾吧，我懒得看这场烂戏的续集。当下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1985年的冬天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到了县城，但我们村还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。可我知道，离我们村30里地的老河滩，明年开春河水改道之后，会露出一大片肥沃的淤泥地。上一世那块地被镇上的王老板用白菜价圈了去，种上西瓜，第1年就赚了上万块。我还知道县城东边的老供销社下个月要处理一批积压的化肥，那批化肥质量没问题，只是包装袋受了潮，按正常价的3折就能拿下。上辈子这些消息我都是事后才听说的，听完只剩下捶胸顿足。这辈子我比谁都早。退婚后第3天，我揣着卖老宅剩下的120块钱，骑着家里那辆28大杠，天不亮就往县城赶。到供销社的时候，仓库管理员老周正蹲在门口抽旱烟。同志，听说你们这儿有一批化肥要处理。有是有，2000斤受潮了，领导说3折处理，你要？要，全要。我数了100块钱拍在桌上，当天下午2000斤化肥就堆在了我家院子里。消息传开后，整个村都轰动了。志远这小子疯了吧？退了婚不说，还把钱全砸在化肥上了，那化肥包装都烂了。村长陈大伯第一个找上门来，蹲在化肥袋子旁边，捏了一把，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。志远，这化肥没问题啊。大伯，您闻出来了，就是包装受潮了，里面的货一点没坏。我3折拿的，转手按6折卖给咱村的乡亲，比供销社正价便宜1半。您觉得怎么样？陈大伯的眼睛亮了。化肥在这个年代是硬通货，春耕家家户户都要用，正价买不起，便宜1半谁不心动？当天晚上，陈大伯挨家挨户的吆喝了一圈。第2天一早，我家院子里排起了长队，2000斤化肥，一上午卖了个精光，刨去成本和运费，净赚180块。1985年，一个工人月工资才40块，我用3天时间赚到了别人小半年的收入，这是我的第1桶金。消息传到刘家的时候，刘万才正在家里骂闺女嫁不出去丢人。听说我赚了180块，他手里的烟杆子咣当掉在了地上。王桂花在灶台边呆站了半天，嘴里反反复复念叨同一句话：不可能，他一个穷小子怎么可能赚这么多？好你个陈志远，抛下我自己发达，我不好过你也别想。开春之后，我用赚来的钱承包了老河滩那片地，果然如我记忆中一样，河水改道，露出一大片黑油油的淤泥地。我没有像上辈子的王老板那样独吞，而是把村里10几户愿意跟着干的乡亲都拉了进来，按出工出力分成。志远，你这孩子咋想到承包这片地的？大伯，我琢磨过了，这片淤泥地肥力足，种西瓜准能成，到时候拉到县城去卖，1斤少说也得2毛钱。2毛？那还了得！消息传开，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找上门来，要求加入。就在我忙着指挥大伙翻地育苗的时候，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那天我骑车去县城买种子，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看见路边围了一圈人。我挤进去一看，一个年轻姑娘倒在地上，脸色苍白。别碰啊，万一讹你呢？同学，你怎么了？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低血糖。我立刻从兜里摸出2块水果糖，先含着，别动。过了几分钟，姑娘的脸色终于好转了一些。她撑着我的胳膊慢慢坐起来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那是一双很干净的眼睛，黑白分明，里面有感激，也有一点不好意思。谢谢你，我叫林婉秋，是省师范大学的学生，来县里实习的。今天没吃早饭，走着走着就晕倒了。你一个人，身边没有同学？同学们都在学校，就我一个人被分到这个县。其实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，学校照顾我，让我来这边实习。我看着他打着补丁的帆布包和磨破边的布鞋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从兜里又掏出2块钱。拿着，先去吃碗面，以后出门别空着肚子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要你的钱。不是给你的，是借你的。以后你当了老师，请我吃碗面就扯平了。林晚秋的眼眶红了一圈，最终还是接过了那2块钱。她站起来，认认真真的朝我鞠了一躬。我看着她瘦削但挺直的背影消失在街道尽头，心里莫名的觉得踏实。这个姑娘上辈子我压根没遇到过，也许命运给我关了一扇门，同时打开了另一扇窗。西瓜种下去了，长势比我预想的还要好。黑油油的淤泥地果然不负所望，瓜秧疯长，个个都有人头大。第一批西瓜成熟的时候，我带着村里几个壮劳力，用牛车拉了满满3车瓜，直奔县城。那天是赶集日，人山人海。我的西瓜又大又甜，一刀切开，红瓤黑紫，汁水横流。来来来，杨树沟的沙地西瓜，甜过蜜糖，不甜不要钱。3车瓜半天卖光，数钱的时候，跟着我干的几个村民手都在抖。
我的妈呀！我种了一辈子地，1年到头也没赚过这么多。回到村里分钱的时候，围了乌泱泱一大群人，我按事先说好的比例当场兑现，1分不少。拿到钱的村民笑得合不拢嘴，没参加的后悔的直拍大腿。志远哥，下一茬有我的份呗，我也要干，送我一个，送我一个。消息像长了腿，传遍了周围几个村子。那天晚上，刘家庄也听到了动静。刘万才蹲在自家院子里，一根接一根的抽旱烟，半天没说话。早知道他有这本事，当初就不该加那400块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都怪你，非要加码。怪我？你自己不也同意了？两口子在屋里大吵了一架，而此刻赵德发正站在刘巧云身边，两个人躲在村口的老槐树后面，远远地看着杨树沟方向的灯火。他怎么突然变了个人似的？他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走了狗屎运，等着瞧。放心，我有办法。刘巧云靠在他怀里，但目光始终望着杨树沟的方向，嘴角紧抿着，像是在咽一口怎么也咽不下去的苦水。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在角落里嘀咕什么，但我知道以赵德发的性子，他不会让我好过。上辈子他就是个见不得别人好的人，所以我一直在等他出手。赵德发的第一招来得又快又阴。那天我正在地里看瓜，村里的民兵队长老李突然板着脸找上门来，有人举报你投机倒把。谁举报的？匿名的，但上面很重视。公社刘主任明天要亲自下来调查。投机倒把4个字，在1985年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轻则罚款没收，重则坐牢。老李走后，陈大伯急得嘴上起了了泡。志远，这可怎么办？大伯别慌，我早有准备。第二天，公社的刘主任果然带着2个人来了。陈志远同志，有人举报你利用倒买倒卖化肥谋取暴利，涉嫌投机倒把，你怎么解释？我没有慌，而是从屋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他。刘主任，这是供销社开具的化肥处理单据，上面有仓库管理员和供销社主任的签字盖章。这批化肥是国家允许折价处理的积压物资，我按正规渠道购买，加合理利润卖给乡亲们，价格比供销社正价还低1半。这不叫投机倒把，这叫搞活农村经济。接着我又拿出第2份文件，这是我承包老河滩的合同，村委会盖的章，完全合法。这是我和参与种瓜的村民签的分成协议，白纸黑字，谁干了多少活，分多少钱，一清二楚。最后我拿出一份手写的材料，这是我写的一份关于利用闲置河滩地发展特色种植，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的报告。刘主任，今年1号文件说要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，我做的这些事儿正好响应了国家号召。刘主任一页一页地翻看着，表情从严肃到惊讶到若有所思。你小子还懂文件？庄稼人也得看报纸不是？小伙子，好好干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来公社找我。谢谢刘主任。送走刘主任之后，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。赵德发的脸色据说难看得像吃了一盆苍蝇。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刘主任回去之后，竟然在公社大会上表扬了我，说杨树沟的陈志远是新时代有头脑的好青年。他的匿名举报不但没有伤到我半根汗毛，反而帮我在公社领导那里挂了号，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当天晚上我在院子里乘凉，陈大伯端着一壶茶过来竖起了大拇指。你小子什么时候准备的那些东西？我抿了口茶，笑而不语。什么时候？从我睁开眼的那一刻起，这辈子我不打无准备的仗。公社表扬的事传开后，来找我合作的人越来越多。邻村的几个能人主动上门谈合伙种瓜的事，我来者不拒，但有一条，必须按我的规矩来，统一品种，统一管理，统一销售。散兵游勇永远打不过正规军，这个道理上辈子我吃了太多亏才明白。就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，我在县城又遇到了林晚秋。他站在新华书店门口，怀里抱着一摞书，看到我，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。陈志远同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实习结束了，被分配到县里的小学教书。对了，我还欠你1碗面呢，今天请你。我本想推辞，但看到他眼睛里那股认真劲儿，就点了头。县城南街的小面馆点了2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。真的靠种西瓜发家了？谈不上发家，就是比以前强点。你太谦虚了，我听县里的人说杨树沟出了个种瓜大王，带着全村人赚钱，我猜就是你。不光是我的功劳，是大伙儿一起干出来的。对了，你教书怎么样？习惯吗？孩子们都很好，就是学校条件太差了，教室漏雨，课桌都是缺胳膊少腿的，课本也不够，3个孩子互用1本。我想帮他们，但我1个月工资才38块，除去寄回家的，剩不了多少。沉默了几秒。你们学校在哪儿？县东边的柳树坡小学。下周我去看看。不，我不是找你要钱的意思，我就是随口说说。我知道，我去看看，说不定能帮上点忙。我说到做到。没过几天，我拉了一车木料和几袋水泥去了柳树坡小学。那学校比林晚秋描述的还破，3间土坯房，屋顶的瓦片豁了好几个大口子，黑板是用锅底灰刷的一面墙。20多个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，大的11、12岁，小的才6、7岁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。这是陈志远同志，他来帮咱们修教室的。我卷起袖子，招呼一起来的几个村里的壮劳力，开干！修屋顶、补墙缝、做课桌，忙了整整3天。课桌我做了30张，全是实木的，结结实实，每张桌子的角都打磨得圆润光滑。林晚秋看着一排排新课桌搬进教室，眼眶红了好几次，每次都背过身去偷偷擦掉。
掉。修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，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跑过来，怯生生地拉了拉我的裤腿。叔叔，你是林老师的对象吗？小雪，别乱说话。小姑娘缩了缩脖子，跑远了。我回头看了林晚秋一眼，她的脸红得像灶堂里的火。我假装没看见，继续刨木头，但嘴角控制不住的往上翘了一下。走的那天，孩子们排成一排，站在校门口送我。林晚秋站在他们身后，手里攥着一个东西递给我，是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，上面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太阳和一个小人，旁边歪歪扭扭的写着几个字：谢谢陈叔叔。我把那张纸折好，放进胸口的兜里。走了。常来。我骑上28大杠，蹬了2下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夕阳照在他身上，给他瘦削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边。我没说话，转过头用力蹬了下去。有些话不急，日子长着呢。赵德发第一次试探失败后沉寂了一段时间，但我知道他不会死心。果然，秋天的时候他出了第二招，这一招更狠更阴。那天我正在县城和一个饭店老板谈西瓜供货的事儿，突然接到村里人捎来的口信，有人在集市上散布谣言，说我卖的西瓜打了药水催熟，吃了拉肚子。我立刻赶回去，集市上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几个面生的人正围着我的瓜摊，指着西瓜大声嚷嚷：这瓜有问题！我昨天买了一个，我家孩子吃完就拉肚子。对，我也是，这瓜肯定打了催熟剂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原本排队买瓜的顾客纷纷退避。志远哥，他们胡说八道，咱的瓜都是自然熟的，从来没打过药水。我走到那几个闹事的人面前，仔细看了看他们的脸，不认识，但他们的眼神不断往人群后面飘。我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过去，人群的最外围，赵德发正靠在一棵槐树上，叼着烟，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，四目相对。他的笑容僵了一瞬，随即装作没事人一样，把脸转开了。我没有跟那几个人争辩，我转身对围观的人群说：各位，有没有前几天买过我的瓜的？吃了之后有没有不舒服的？我买了，吃了2个了，又弹又沙。我也买了，没事儿。我家老太太血糖都高了，还天天吵着要吃你家的瓜呢，啥事儿没有。这位兄弟，你说你家孩子吃了我的瓜拉肚子，你什么时候买的？在哪个摊位买的？有没有收据？你孩子去看大夫了没有？大夫怎么说的？那人的脸色变了，嘴巴张了几下，说不出话来。说不出来对吧？因为你根本没买过我的瓜，你是被人收买来砸场子的。我的目光如刀，穿过人群，再次投向那棵槐树，但赵德发已经不在了。闹事的几个人面面相觑，领头的那个使了个眼色，一伙人灰溜溜地钻出了人群跑了。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一阵哄笑和叫好声。志远的瓜是全县城最好的，还有人敢砸。经过这一闹，我的瓜摊反而更出名了。人群里有人开玩笑说，能让人花钱雇人来砸的瓜，那肯定是好瓜。当天下午，3车西瓜全部卖光，比平时还快了2个小时。我看着空荡荡的牛车，摇了摇头。赵德发，赵德发，你可真是我的贵人。赵德发的2次暗算都落了空，而我的事业越做越大，从西瓜到蔬菜，从蔬菜到养殖，我一步一个脚印，把杨树沟从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村子，变成了10里8村数1数2的富裕村。村里第一个买上黑白电视的是跟着我干的陈二柱，第一个盖上砖瓦房的是之前穷得连媳妇儿都娶不上的刘老三。我自己也盖了新房，我爹的身体也好了很多，不用再没日没夜的扛活，每天就是在院子里溜溜弯，下下棋，脸上的皱纹都舒展了不少。这一切都是上辈子我做梦都不敢想的。而刘巧云退婚之后一直没嫁出去，她看着我从一个被退婚的穷小子一步步变成全村人口中的致远老板，心里比吃黄连还苦。赵德发这几年也没闲着，靠着一些投机取巧的手段，在镇上倒腾了点小生意，赚了点钱，但跟我比差远了。他和刘巧云的关系早就从地下变成了地上，2个人搬到了镇上，凑合着过日子。我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恩怨，但事实证明我错了。嫉妒这个东西，时间越长，毒性越深。1988年冬天，我和林晚秋正式确定了关系。他辞了县里的工作，调到了我们村的小学当老师。我在村口给他盖了间小教室。那天我们俩在村口散步，被赵德发和刘巧云正好撞见。刘巧云盯着林晚秋，眼神里充满了嫉妒。哟，志远哥，这是你的新对象，大学生啊，了不起了不起，比咱们这些泥腿子可高贵多了。德发，有事说事，没事别挡路。没事没事，就是打个招呼。走了走了。他拉着刘巧云走了，走出几步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个眼神我太熟悉了。上辈子他就是用这种眼神看着我的养殖场，然后一步步把他从我手里夺走。当天晚上，林晚秋坐在窗前批改作业，他突然停下笔。那个人是你以前的朋友？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他看你的眼神不太对。我知道，你不用担心，有我在。我信你。我心口发烫，暗暗攥紧了拳头。这辈子谁也别想再伤害我身边的人。赵德发的第3次出手，这回不是冲我来的。1989年开春，有人在镇上到处散布谣言，说林晚秋之所以嫁到杨树沟，不是因为爱情，而是为了贪图我的钱。甚至有人说她在省城读书的时候就不检点，是被学校开除的，所以才嫁到乡下来。这些话传到林晚秋耳朵里的那天，她正在教室里给孩子们上课。下课之后，她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，手指紧紧攥着粉笔。我赶到的时候，她没哭，但眼眶红得吓人。志远，他们说的你信吗？
你傻不傻？这种话你也往心里去？可是那些话传的到处都是，你在村里会不会被人笑话？谁笑话？我陈志远做事凭良心，娶媳妇儿凭真心。谁要是背后嚼舌根，让他当着我的面来说。林晚秋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，她用手背使劲擦了一把，吸了吸鼻子，冲我笑了一下，那笑容里有委屈，但更多的是安心。我查清了谣言的源头来自刘巧云，她借着赶集的机会，在镇上的裁缝店、理发店、茶水铺到处散播这些话，而且每次都添油加醋，越传越离谱。赵德发在旁边推波助澜，逢人就叹气：志远哥被人骗了，那个女大学生不简单啊！两个人一唱一和，配合的天衣无缝。我没有去找刘巧云理论，也没有跟赵德发对峙，上辈子跟他们斗嘴皮子，输的永远是我。这辈子我用事实说话。我去了一趟省城，花了2天时间找到了林晚秋的母校。教务处的张老师一听我说明来意，二话不说就翻出了林晚秋的档案。林晚秋同学品学兼优，年年拿1等奖金，毕业论文优秀，是我们系最好的学生之一。谁说他被开除的？这纯粹是造谣。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开一份在校表现证明。麻烦您了，张老师。一份盖着大学公章的证明信和一份林晚秋在校期间的成绩单、获奖记录。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到镇上，没有声张，只是把复印件交给了公社的刘主任。刘主任看完之后，脸色非常难看。造谣重伤人民教师。3天后，镇上的大广播响了，刘主任亲自在广播里宣读了一份通告，表彰林晚秋老师扎根基层、献身教育的先进事迹，同时严厉批评个别人捏造事实、恶意重伤先进人物的行为，并警告如再有类似行为，将依法追究责任。广播在整个镇子回荡的时候，刘巧云正在裁缝店取衣服。哟，巧云，广播里说的那个哥哥人不会是你吧？刘巧云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，抓起衣服就跑了出去。泼脏水失败后，赵德发和刘巧云消停了大半年，我以为他们终于认清现实了，但我又错了。1989年秋天，我准备在县城开一家农产品批发部，门面已经租好了，装修也开始了。就在开业前1周，我收到了一张传票，起诉人赵德发，上面写着我拖欠赵德发借款3000元，逾期未还。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今借到赵德发人民币3000元整。陈大伯听说这件事后，气得乱抖。放屁！志远什么时候跟他借过钱？这是伪造嘞！村里的人也都炸了锅。赵德发这个混蛋，志远从来没找他借过1分钱，这不是存心要毁志远的生意吗？开业前搞这一出，志远，这事儿怎么办？别急，这事我早就防着了。上辈子赵德发就是用一张伪造的欠条逼死了我爹，这辈子还想对我下手。开庭那天，两人坐在原告席上，一脸志在必得。赵德发甚至朝我挑衅地笑了一下。陈志远，你是否认可这张借条？不认可，这张欠条是伪造的。伪造？上面有你的签名和手印。法官，这是我从1985年至今所有的财务记录，包括银行存折、供销社购货单据、村委会合同。从时间线上可以看出，我在赵德早所说的借款日期前后根本没有资金缺口，也没有任何借款需求。这是我做的笔迹鉴定申请，我预先保留了自己多份亲笔签名的样本，可以随时对比。如果同意鉴定，真假一目了然。赵德发的脸色变了，他没想到我不仅不慌，还准备了这么多东西。法官翻看了我的材料，又看了看赵德发。赵德发，你对被告提出的笔迹鉴定有异议吗？刘巧云在旁边拼命扯他的袖子，脸色煞白。赵德发不仅伪造欠条诈骗，此前还曾匿名举报我投机倒把，雇人在集市上污蔑我的产品质量，散布谣言诽谤我的未婚妻。这些事情我都有证据和证人，我请求一并追究。陈志远，你别血口喷人！本庭同意进行笔迹鉴定，择日再审。走出法院的时候，赵德发和刘巧云走在我前面，刘巧云突然转过身，拦住了我的路。志远，你就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了？巧云，旧情是你先不要的。笔迹鉴定的结果出来了，欠条上的签名和手印都不是我的。赵德发伪造证据、虚假诉讼的罪名坐实。赵德发被带走的时候，在法院门口看到了等在外面的我，他突然挣开押送人员的手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志远哥，求你了，看在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，你高抬贵手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志远，求你了，你放过德发吧，他就是一时糊涂，我求你了。起来吧。你是说你原谅我了？不，我是说跪我没用。德发，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代价，我不会替法律原谅你，也不会替我爹原谅你。赵德发愣住了，嘴唇剧烈的颤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巧云，你也不用求我，当初是你选了他，现在也请你陪他把路走完。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并不存在的灰，转身走向停在路边的那辆崭新的吉普车。这一刻，我听到身后传来刘巧云撕心裂肺的哭声。车子驶上了那条我走了无数遍的黄土路，路两旁是我带领乡亲们开垦出来的果园和大棚，跟着我干的村民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好日子。陈大伯逢人就说，我们杨树沟能有今天，全靠志远这孩子。那天傍晚，刘万才找上了门，他缩着肩膀站在我家门口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卑微，手里提着一个布包，布包里装着厚厚一沓钱。志远，这是当初那800块彩礼，1分不少。
对不起，当初是我们家做的不对。我靠在门框上，看着这个曾经在我面前趾高气扬的男人。刘叔，钱你拿回去。那800块钱是当初我心甘情愿出的彩礼，婚没结成，但钱是我花的，我不后悔。人这辈子有些弯路是必须走的，我不恨你，也不恨巧云，我只是庆幸走了那段弯路之后，我找到了真正对的路。刘万才的嘴巴颤了几下，眼眶里突然泛起了光。他什么都没说，抱着那个布包，佝偻着背，慢慢走出了我家的院子。站在院门口的林晚秋看着这一幕，轻轻握住了我的手。你做的对。我们一起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夕阳一点一点的落下去。林晚秋靠在我肩上，突然笑了一声。志远，你说咱们以后的孩子是在村里上学好，还是去县城？在哪儿都行，只要老师是你就行。他红了脸，伸手拧了我胳膊一下。这一世，我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冤大头，我是陈志远，杨树沟的陈志远，一个把苦难踩在脚下，把命运攥在手里，活成了自己靠山的男人。